是100年毕业。其实我目前是没有工作，是在家接案，主要接的案子是全国真的是各地硕士博士遇到统计分析的时候，就会需要我来协助。我也有接国中国小的数学家教这样子。主要在学校学的有2个东西，一个就是统计学，一个就是心理测验。那统计学就是很多领域量化研究、量化分析、共通语言。所以呢，我在目前接案的时候，因为各个领域的都有这种需求的时候，我大概第一眼就会看懂别人打算拿统计做什么，别人主题想做什么，很快就可以进入状况，很快就可以协助对方这样子。心理测验是很有帮助的原因，是因为在接这些案子的时候，蛮常遇到医疗领域的人，他们要做一些的量表测量。那测量工具跟心理测验有关的，所以当他们在做这些分析的时候，除了统计之外，他们要对量表做深度效果的检验。所以可能是为了研讨会，为了硕博士论文，也可能是为了升等，但他们都会遇到这种需求。所以我觉得我好像在这方面协助他们。因为佛光当时还是自然环境还算是非常的好的，所以呢，有一次有2个经验，一个是真的晚上太无聊了，晚上在学校游荡的时候，还有遇到萤火虫多，但那个时候这栋楼还没盖起来，刚好就在这栋楼这个走道那个车道那边就遇到。对。然后再有一次是在16亭桥下吧，有一只保育类的鸟类，台湾紫啸鸫，不知道被谁架的鸟网困住了。另外同学拿剪刀给它剪下来，赶快把它给就地野放这样子。然后事后才知道那是保育类，不能够乱抓。未来的学弟妹如果知道你们选择念心理学系，可以说是踩在未来的踏板上。原因是因为现在太多的东西都要借用这类心智来运作的，甚至连现在 AI 都想要模拟人类的心智来运作。那这些资料怎么来？要怎么了解这些人？全部都是靠心理学系的相关知识，甚至是他的研究方法。所以千万不要妄自菲薄说心理学系念的没有用，它跟我10年前比起来，它越来越有用了。那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现在的企业管理已经有了人力资源管理的概念。其实在国外它的这个概念是非常进步的，因为它真的用心理学概念去管理人才的选用预留。人才怎么筛选，能力怎么去测量，你要怎么去留任这个人，你要怎么让这个人在自己的企业内部往上发展，甚至呢到最后你要怎么去确定这个人他未来想要走的方向不是公司资方可以给的。如果想法不契合的时候呢，如何让这个人好好的离开，好好的离职，这都是人力资源管理的一个范畴。可是每一个环节都牵扯到心理学，这只是企业管理的其中一个小角落。那到未来的领域，现在其实法规也在修订，企业要花力气去对员工做健康管理。所以呢，除了生理健康之外，心理健康也很重要。而且心理健康的管理呢，不一定要心理师才做到，心理师是针对因出问题的人在做善后的。那心理健康的管理呢，也许护理人员可能做得到，可是呢，护理人员又不一定懂，又要找心理学的，所以很多情况一不小心都要回来找我们了。所以呢，其实你们在未来是大有可为的，不要妄自菲薄。